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 欢迎收看《淘 Game Over 的第2集。大家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大概就知道这次要介绍的产品是什么了吧？你标题不是都打出来了？没错，欢迎还没收看的朋友们点选右上角的链接进行补番。回到正题 ，ROG C6H 又 DJ drop the beat。ROG C6H 又一次跳水了。这款2017年的 AM4 旗舰啊，在9102年总共经历了2次跳水，并在9102年的隔年来到了2990的价格。各位观众，不用3000的败家之眼，当然是给它摆下去啦。ROG C6H 全名 Corsair 6 Hero 是 AM4 角位 X370 晶片组，2017年随着 Ryzen 1的发布一同上市，是当时唯一一款 ROG 旗舰。我们这次买到的版本是2020年3月出厂的，没错，9102年的隔年还有2017年的板子在出厂，这就不晓得是华硕备的料有点多，还是再加猜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来看看 C6H 的外观吧。即便已经是3年前的产品 ，C6H 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密密麻麻的堆料，甚至也远超现今很多中高阶的板子。右下角有一颗斗大的败家之眼，左下角也具备2组 PCIe 3.0/16、3组 PCIe 2.0/1 和1组 PCIe 2.0/8， 能支援当时很夯的 N 卡 SLI 或 A 卡交火。左上角的挡板有着 Corsair 6的字样，跟败家之眼一同支援 Aura 灯效。侧边则有着 Ctrl CMOS 的按键 ，BIOS Flashback。8个8色的 USB 3.2 Gen 1，4个黑色 USB 2.0，RJ45 网路接口 ，USB 3.2 Gen 2的 Type A 跟 Type C 接口各一，并给予完整的音讯输出。不过要注意 ，C6H 并没有提供显示输出，所以如果是 3400G 等内显就无用武之地了。接下来来看大家最关注的 CPU 供电的问题。C6H 采用的是8+4项 Extreme Engine Digi。念不好还想学日本腔。C6H 采用的是8+4项 Extreme Engine DG Plus 供电设计，无论是电供或电容的用料，即便放到现在都很顶尖。就这方面来说，可说远甩大多数的 B450的4+2项供电。不过对比 X470 晶片组的 C7H 的10+2项供电，或是 X570 晶片组的14+2项供电来说，还是望尘莫及。不过问题是，你买得到3000元以内的 X470 吗？在最新版的 BIOS 下 ，C6H 已经能够支援 Ryzen 3000系列了。不过问题来了，我们要用怎样的处理器来测试呢？秉持着实验精神，我们既不选择高 CP 值的3600，也不选择效能比较好的3700，而是直上 3900X。一方面也是想知道，当时设计最高只给 8C16T 的 X370 晶片组，究竟能不能推动 12C24T 的 3900X 呢？就让我们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于是我们的测试平台就这么定下来了。处理器使用 R9 3900X， 记忆体使用2条 G.Skill 8GB， 显示卡使用的是 AMD Radeon RX 5700XT， 电供则是追风者 Revolt X。至于散热方面呢，我们在空冷或水冷两者之间选择很久，甚至一度想直接使用 AMD 原厂的信仰扇，但是大家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肯定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没错，这是我们直接选择了信仰 ROG 的龙王240水冷牌。这款水坝你就棒！这款水坝外壳不但是具有特色的圆形，上面还有一颗 1.77 寸 OLED 的全彩萤幕，当然也支援 Aura 灯效啦。点亮后先进入 BIOS， 可以看到版本号为7704，是去年年底更新的最新的版本。我们拿到这张主机板后也没有进行升级，理论上主机板新出厂的同时，板厂都会帮你更新到最新的 BIOS， 但如果玩家买的是店家库存的话，就未必会是最新的 BIOS， 可能要自己手动升级哦。而在最新的 BIOS 里面，能够支援最新的 Ryzen 3000系列，经过实测也能正确辨识出3900X。最后进到系统里面用 AIDA64 对 CPU 进行双烤，放了10分钟之后也没有冲洗。那么基本上让 C6H 装3900X的测试就到此完美结束了。好 ，OK， 我们下集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测试 C6H 的超频能力。首先是 RAM 的部分，可以超到3600并在 C16 下顺利运行。之后的测试都会套用这套设定。而在更新完 BIOS 后 ，C6H 也新增了 PBO， 能够让主机板自己判断能承受的电流强度与温度，来对 CPU 进行自动超频。可以看到预设最高能小超200 MHz， 来到了单核4 GHz 的门槛。不过别以为这样就是 C6H 的极限哦。我们使用 AMD 自家的超频工具 Ryzen Master， 挑战 C6H 能对 R9 3900X 超频的极限。
我们直接先把全额设定在 4.3， 并将电压设定在 1.4375 伏特下运行。这组数据基本上是大多数玩家对3900X 的极限。我们来看 C6H 能不能跑得动。C6H 不但能在 IDA64下进行双考压力测试超过10分钟，还能顺序通过 R20的测试，并获得7674分，其实已经接近之前在 C8i 上同频率测得的分数了。于是我们再接再厉，挑战全频率 4.4 GHz， 结果很可惜，虽然能够撑过 IDA64的双考，但单考 FPU 只能撑个30秒之后就蓝屏重启。至于 R20测试，跑10次大概只有1次可以成功啦。不过当看到跑成功之后，那7800以上的成绩，还是会感到十分的欣慰。那么实际游戏表现如何呢？我们使用 3D Mark 进行测试，在 Fire Strike 与 Time Spy 中物理分数分别在29000与11000。实际玩刺客教条奥德赛与全境封锁2，平均帧数大概落在70与99帧，跟我们用 X570 测出来的分数其实是相差无几的。总结来说，纯论超频性能甚至游戏体验的话 ，C6H 其实是跟各 X570相比是相差无几的。但是 X570能够提供16条 PCIe 4.0的通道，基本上是海放 X370 甚至是 X470。在扩充性能上有需求的玩家，建议还是一步到位吗？歪导觉得 PCIe 4.0上无用武之地，你们怎么看？在下方留言跟我说。其实 C6H 的后 I/O 插槽还有一个空格，可以加装 ASUS WiFi Go 模组，于是我们也搞来了一个 AX200。这次购入的版本里面是 AX200 无线网卡，这组合常见于 C8H 等高阶 X570主机板上，除了有 WiFi 6规格外，也集成了蓝牙 5.1。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直接用 PCIe 扩展卡呢？一方面它会浪费一个 PCIe 插槽，并且如果要指定显卡的话会挡到。不过最大的原因，它贵啊！就华硕自家的 PCIe 扩展卡，它要价是2000刀，而这玩意儿只要1000元，当然是直接把它买下去了。安装方法也很简单，先小心翼翼的将后 I/O 遮罩给卸下，注意 Aura 灯光插头，可以先把它跳开，以免伤到。将 WiFi Go 插入 USB 3.1上面原厂预留的 M.2 WiFi 插槽上，并使用附赠的螺丝将其锁紧，就能固定。这次淘给我贝贝到这个环节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没进行测试，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科技频道呢？所以我们找来了华硕主流的 WiFi 6无线路由器 RT-AX3000，搭载2x2的天线，有着 2.4G 与 5G 的双频设计，当然也少不了华硕自家的 AI Mesh 网状讯号跟 AI Protection 安全性功能。你是不是想被击？想知道更多关于这台的资讯，欢迎到蔡府网站上观看详细的测试报告。接下来就来进行网络实测吧。首先就是驱动的问题，刚刚也说了 ，AX200 WiFi Go 常见于华硕的高阶 X570 板子上，到官网上找相对应的驱动，安装后就能在装置管理员当中找到 AX200 了。连上 AX3000 的 5G 网路。首先就遇到了最高只能跑 1.2 GB， 要另外到路由器开启160 MHz 的频宽才能彻底解放。首先上 SpeedNet 跑个网速测试，可以获得下载310、上传101的速度。实际用 iPerf 指定到我们的 NAS 进行网路测试，能达到586每秒 Megabits 的频宽。实际从 NAS 拉档案下来测试，则能跑到每秒110 M 的速度。因为我们的线路仅有千兆网路，如果要更快，就必须雅斯纳、克莱因，拜托你们帮我撑个10秒左右就好。切换，星爆，气流斩，不对，是升级到万兆网路了。这脚本谁写？话说回来，这次测试网速选择的是电脑菜单第8集的所有资料，而该集内容中主机版也是选用 C6H， 不过是 WiFi 的版本，当然就没有 WiFi 6了。有兴趣的玩家欢迎进行补番。案例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就来进行总结吧。无论是想一步到位，或只是买来垫档的玩家，个人认为比起 B450 或 B550， 花个3000买个败家之眼还是挺值得投资的。当然，前提是你现在还买得到。以 Ryzen 3000系列的性能来说，撑个3年或者5年，基本上还是小 case。如果 Ryzen 4000也支援的话，就当买到赚到咯。我就赞。这次使用 C6H 搭配 3900X， 不但能够顺利运行，也能进行超频。如果玩家们不需要这么高的性能，也可以往下选择效能没那么高的3700或3600等。
如果对网络上3600的 Code 08问题有些疑虑，其实新出厂的 C6H 修改晶片后，那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啦。至于更入门的3100或3300X，甚至是3500X，装在 C6H 上，个人认为有点小材大用了。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欢迎在底下留言，但我不见得会回应。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嘴？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欢迎在底下留言。喜欢的话也别订阅我们的也别订阅我们的，不是别订阅，是别忘了订阅。自己讲错还凶观众。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欢迎在底下留言提出。喜欢的话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 YT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头家黑白的也你做伙斗阵买，钱是人出的，大家拢嘛是头家。我是 Brian， 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